同事怀孕，她老公来公司视察，她指着我桌上的水晶石摆件，嚣张道：“你不知道塑料石头有辐射，对腹中胎儿有影响吗？你离我老婆最近，安的什么心？”不经过我允许，她老公直接把我摆件摔碎。事后，同事娇滴滴跟我道歉，诉说她在家里的委屈，假山多少钱她会赔。我被她楚楚可怜模样欺骗，没有计较，更没要钱。看她怀孕，还好心帮她带小零食，帮跑腿，可同时耐不住寂寞，孕期找野男人偷情，导致流产。担心她老公杀了她，便把一切罪责推到我身上。回家跟她老公说是我给她吃各种有害食品才导致流产。她老公震怒，提着砍骨刀把我活活砍死。再次睁眼，我又回到同事老公来视察那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哎呀，娟子真好，嫁个好老公，现在又有了孩子，以后肯定幸福美满。蒋美美的声音尖锐夸张，我猛睁眼，发现回到熟悉的办公室，4名同事正围着我对面的谢娟祝贺。她刚从医院取回孕检单，还说等会她老公会来一趟。被谢娟老公李勇砍杀的胸口还在隐隐作痛，记忆如潮水涌来。上一世，我刚入职这公司第2周，同事谢娟怀孕，她老公李勇摔坏了我的桌面转运假山，还警告我说我和他老婆挨得最近，这段时间不要招惹脏东西，做不利胎儿的事。李勇走后，谢娟连忙上前，手里攥着孕检报告，牵着我的手向我道歉，说她老公一向霸道，她婆婆很是在意子嗣，她嫁过去7、8年，一直要受各种气，现在终于有了孩子，全家人都紧绷得不得了，让我多体谅一些她和她家，还说这假山多少钱，等她发工资一定还给我。我本来很气，但一看对方连眼泪都掉出来，况且说起多年方怀孕，不由联想到自己也是结婚5年没动静。出于同理心，我没有计较，更没要她的钱。从那以后，我和谢娟的关系更进一步。她总说在家老公和婆婆都盯着她，她嘴馋，让我去超市帮她买点东西，需要上下楼跑业务，也会说怀孕脚肿走不动路，让我帮忙跑一下。有时候她上班太晚，或者半路突然翘班，也会告诉我身体不舒服，需要怀孕复检，让我去跟领导请假。我帮忙很多，她心怀感激，每次都让我摸摸肚子，告诉孩子以后要叫我干娘。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被这些话哄骗得团团转，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干好事，直到她老公提着剔骨刀，把我从办公室一路拖拽到大厅，当着众人的面咒骂我害死他宝贝儿子，最后一刀一刀往我胸口砍，把我活活砍死。我才知道谢娟的真面目。谢娟结婚前就知道李勇的性格和他家的情况，是主动贴上去选择嫁的，因为他是外地人，为了本地户口结婚。这些年他确实饱受李家委屈，但几次接触酒吧夜店后，逐渐在外面有了相好。这次怀孕，她老公为了孩子坚决不碰她一下，她忍不住就去了夜店。因为下班李勇管得紧，她只能上班时间请假去，几次三番，结果把孩子做没了。她怕被李勇打死，就把一切推到我身上，说我每天买零食垃圾食品，所以导致她流产。李勇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一切的怒气全部撒在我头上。老婆，我来看看你。李勇粗壮的嗓音在身后响起。回到现实，我确信自己重生，
重生到李勇第一次来公司的时候，谢娟迎上去，挽李勇手臂，接过李勇手上的水果，分给大家，俨然一派幸福夫妻的模样。分到我的时候，我手明显颤抖了一些，杀我的人就在眼前，这种具象的威胁让我有些恐惧。你怎么了，小秋？谢娟关心道。我摆摆手，表示没事。李勇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来，一下看见我桌面上的绿色石头假山，眉头陡然皱起，鼻孔开始出气，仰着脑袋向大家宣布：我老婆怀孕是天大的事情，以后她工作上还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。我此次来没有什么特别目的，就是想来看看这办公室有没有什么不利于胎儿的东西，毕竟尊老爱幼嘛，孩子最重要。说完，拿起我的石头假山，沉声道：市面上大部分的石头假山都是劣质塑料勾兑，会长期散发有害物质。这位同事，你离我家老婆工位最近，这假山留不得。我还来不及阻拦和解释，李勇已抡起手臂，将石头假山直接摔碎在地，砰的巨响，掺和着晶石碎裂的声音，让办公室欢乐的气氛荡然无存。所有人都被李勇这发癫动作吓得愣在原地。李勇见众人不敢动，以为自己立威，镇住了所有人，于是开始肆无忌惮开始视察，把谢娟旁边几个同事的电脑、平板全部移到最远的角落，叮嘱同事的小水壶不能煮呛鼻的东西。正常人都不会和颠公理论，所有人都默不作声。最后，李勇又环视一周，把西南角发霉的发财树挪走，文件柜里的石头一开，才纷纷离去。刚才拿了水果的众人连忙将水果还给谢娟，随后回到自己办公座位，不敢再招惹。谢娟围着办公室人道歉一圈，众人才露出标志性微笑，因为我是唯一受到实质性损害的。谢娟特意蹲下身，一点一点帮我把绿色石头捡起来，边捡边哭：是我对不起大家，特别是小秋，但我也没办法，我是个外地媳妇，哪里有什么发言权？在家里，老公和他妈更说联合起来一起欺负我。我结婚6、7年，有了这娃，他们看我才顺眼一些。我想有了宝宝，一定可以扬眉吐气。没想到这么开心日子都让我老公给毁了。说到底还是我没用，让同事们被欺负，还摔坏了小秋的石头假山。上一世是我听见她多年中有孕，联想到我自己结婚5年无孕，又见她眼泪汪汪，实在可怜，才做第一个原谅她的人。现在再看办公室其他3名同事欲言又止的目光，我想他们早就习惯谢娟的哭闹，根本没有相信她。只有我刚来，那么傻，所以才被盯上了，一直利用。谢娟的泪眼还在看着我，四周的同事假装听不见。我叹口气，接过被摔碎的石头假山。谢娟以为我原谅她了，毕竟我一直这么好说话。接着试探我：小秋，这假山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说完，掏出手机，装作要扫码的模样。在他的算计里，谁会和一个在家被家暴欺负的孕妇计较？不好意思，我会。我翻开手机记录，对在他面前，语气毫无波澜，道：38560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谢谢。谢娟听见数字，一下定住，愣愣抬头看着我确认：多少？我又重复了一遍，解释道：不好意思，这不是塑料勾兑的假货，是我朋友从缅甸带回来的帝王绿翡翠山，还是大师设计款。这是交易截图。谢娟确认过交易截图无误，脸色一下大变，站起身摆手拒绝。怎么可能有人把这么大翡翠放办公桌上？你这肯定是想讹诈我。
这截图也是假的，你就想骗钱？”我打开手机准备报警，回怼道：“大姐，麻烦你搞清楚，要不是你老公莫名其妙发癫摔塌，我怎么讹也讹不到你身上。你如果不想认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报警。对了，看你这样子也不想调解，反正数额巨大，我们最好直接走刑事，再看看能不能搞个故意伤害，给你老公留个案底。”谢娟哪里懂法律的弯弯绕绕，被我随便一下，态度立马软下来，半屈膝在我身前，眼泪汪汪求我不要把事情闹大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掏出付款码。谢娟握着手机支支吾吾，说自己工资都上交给老公，自己现在没那么多钱，可以先付500吗？那还是先报警吧。我冷冷道：“上一世我帮他买了那么多吃的，每次都是这个借口，欠钱不还。这次再信他，我就是狗。”啧啧2声，我继续打开手机报警界面。谢娟扑上来拦住我，几乎快要跪倒在地，哭喊说自己有多么不容易，如果老公有案底，肚子里孩子以后上学工作都是问题，希望我可怜他和肚子里的孩子。高抬贵手，我推开他，心里暗想：可惜这孩子再过几个月就会被你亲手杀死，还活不到成年毕业找工作那天。怎么那么热闹？门口传来我老公陆飞的声音，他这个时间来接我下班，他在下面等我，好久没等到我，又给我打几通语音没接，所以上来找我，没什么大事。我翻开抽屉另一部生活手机，跟陆飞解释寒暄。陆飞似懂非懂，说了句场面话：“同事之间还是别闹那么难堪。”谢娟听见这一句，像是看见救星，直接把哀求对象从我转向陆飞。她装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，指着座上的翡翠碎片，说她老公只是为了她好，一不小心才把翡翠砸坏，他们也不是不愿意赔钱，只是想先给一部分，后面慢慢还。陆飞皱着眉，他向来不掺和我的事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让我拿主意。我拿起包，拉着陆飞走：“那就警察局见吧。”谢娟眼神一下暗淡，瘫在地上神伤，喃喃道：“那我肚子里的宝宝怎么办？”陆飞本来一脸欢颜跟着我，听见谢娟怀孕，脸色一下变了，转头确认，问谢娟怀孕了。谢娟似乎领悟到什么，立马站起身，一手摸着肚子，一手拿着孕检报告，走到陆飞面前，眼泪汪汪哀求：“是啊，我才刚怀孕不久，以后肯定也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，小丘一下让我拿出4万，实在是……不是我不还，只是……”谢娟不愧是常年游走在夜店家庭之间的女人，绿茶话术一套一套，视若卖惨，道德绑架齐全。我本想反驳，陆飞先我一步接过谢娟的孕检报告，眉头微蹙，转头看向我，轻声道：“要不算了吧，你又不缺那点钱，他毕竟有个孩子。”我脑袋一懵，陆飞做的事说的话沉渣泛起。上一世我几次回家抱怨给谢娟买东西，她不给钱。陆飞也是让我体谅谢娟怀孕，不要计较小钱。我抱怨谢娟翘班，让我接她的活，导致加班。陆飞明明在楼下等待着急，但一听是怀孕的谢娟有事，立马变得宽容，让我能帮则帮。我急了，问他到底是哪边的。陆飞便摸着我的肚子说：“这都是为我好，这怀孕就像打喷嚏，一个有了，我应该也快了。”还说我多和谢娟搞好关系，可以积累些运气。到底陆飞比我更想要一个孩子，毕竟我们本来打算结婚就生娃，现在已经拖了5年，当初结婚买的婴儿床都积灰了，这些我都懂。
但看见路飞当着我面让我别计较翡翠的时候，我的心狠狠失望了。我松开路飞的手，冷哼一声，眼神坚定看着谢娟，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就缺这3.8万，这钱要么一分不少还给我，要么就警察局见。”谢娟没有看我，反而双手轻轻搭上路飞的手。她长得虽不算惊艳，但满眼含泪，双腮粉红，此刻别有一番风味。她柔柔道：“先生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”纯玉的外表，适当的哽咽，路飞有些招架不住，拉起我的手再次道：“算了吧，都是同事，何必闹那么难看？何必？”他哪里知道我遭受过什么？这次我坚决不可能妥协。我再次甩开他的手，回怼：“我就闹怎么了？你倒是心善，说话不像老婆像外人。就因为他带个肚子，我就要让着他。”被我一说，路飞似乎被戳中痛点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语气也强硬起来，说道：“说到底，你就是嫉妒人家有孩子，你没有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蛮不讲理？不就是几万块钱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看你咄咄逼人，把人逼得哭成什么样了？我好心帮你解围，你还埋怨我。”路飞还想继续说，我猛地推了他一把，指着他和谢娟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咄咄逼人，你上点心吧。不知道还以为谢娟肚子里的是你孩子。我告诉你，这翡翠是我自己工资买的，摔了我东西就必须赔，不赔就警察局见。”说完，我径直走向电梯。起初我以为路飞至少会装模作样追上来，直到电梯门关上，路飞还在办公室劝慰谢娟。我自嘲一笑，很好，这次重生，我不仅要让谢娟和她老公付出代价，顺便铲除枕边的窝囊废。我没有回家，去了婚前自己买的公寓。晚上，我收到谢娟打款过来的3.8万，附带一篇真诚感人的道歉小作文。一会，路飞打电话过来，他的语气桀骜不驯：“你知道错哪没有？错你大爷！你……”我直接挂断电话。路飞又发来短信，唧唧歪歪说我小肚鸡肠。谢娟那么深明大义给我道歉，不计较我的咄咄逼人，我居然还小气家子生气。我回复一个大便表情包，直接拉黑删除。路飞平常是个很儒雅的人，但其实非常要面子，特别是一碰到孩子话题，便没有原则，三观尽毁。这次我一点面子没给他留，他好几天没再联系我。毕竟以前只要他生气，都是我忍不住主动联系他，只是现在再也不会了。几天后，公司发礼品，我负责领办公室6份礼品，给其他几个同事发完后，我当着谢娟面把礼盒全部拆开，一个个百度里面的东西对孕妇有没有隐患。坚果里面有核桃、南瓜子、榛子，应该没问题。酒心巧克力，孕妇不能碰酒精吧？那你最好别收。送的陶瓷马克杯，哎呀，这是又上彩，不行，有风险。我建议你也别收。我每点一个高高举起，让全办公室的人看清楚作证。谢娟的脸越来越红，低着头竟哭起来，委屈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当着全办公室人面欺负我吗？上次翡翠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赔钱道歉，这几天我还多次跟你搭话实话，你何必还要苦苦相逼？就是欺负我外地媳妇一人在此，没有人替我说话。”我呵呵2声，把东西清点完，推到他面前，道：“别。你说的是好，是你有手有脚，假装肚子疼，让我帮你请假，还是你老公严厉禁止你吃零食，还要让我帮你买？你这些好意我可受不起，毕竟你老公那架势我们是见过的，实在开罪不起。见我软硬不吃，
谢娟对着其他同事开始哭诉，说自己在家受委屈，来上班还要被指指点点，心里难受。一旁的同事面面相觑，蒋美丽咳嗽2声出来，说公道话：“小秋也是为了你好，毕竟你怀孕是大事，谨慎一些是好的。”其余同事也开始搭腔，说如果公司礼盒出问题，免不了谢娟老公又要来闹。谢娟怨愤不行，站起身，甩手躲卫生间哭去。第2天，传出谢娟进医院吃错东西进医院的消息，李勇满脸横肉，拿着住院单直接杀上办公室，将我从座位上一把拽起来，口喷粪臭，怒骂：“小贱人！我也没有警告你我老婆怀孕，让你做人小心点，怎么还敢让我老婆吃酒心巧克力？好了，现在吃坏肚子，直接进医院，弄死我老婆就算了。医生说酒精还可能影响孩子智力，你是不是找死？”对方噼里啪啦输出一通，我伸手偷偷在抽屉报了警，同事纷纷上前将我们拉着开。我冷静问谢娟是怎么跟李勇说的。李勇掏出手机对话框，开始播放语音。谢娟的声音委屈可怜。谢娟说她上班路上肚子饿，吃了我给的酒心巧克力，结果直接疼得进了医院，还说了一大通我很有钱，只从上次摔翡翠后就跟他不对付，让李勇千万别找我麻烦，以免以后继续为难孩子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谢娟的办公位，这女的真是挑拨离间的一把好手。我想解释，李勇却根本不想跟我争辩，上来直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啪！响亮的巴掌声让全场静默。这李勇力气极大，直接给我嘴角打出血，我脑袋一嗡，瘫在地上。几个同事连忙上前扶我。李勇得逞，还想继续打人。叮，电梯门打开，警察和保安一起上来，直接把李勇扣下。办公室是有监控的，李勇当面打人寻衅滋事的罪过跑不了。和李勇对峙时，我把当天分礼品清点的视频给他看，他眼神一虚，自知自己被骗打错人，但死鸭子嘴硬，就是不承认。一个劲说我害他儿子，最后警察都无语，直接给他戴上银色手环收押。李勇他妈急匆匆赶来，指着我鼻子说我先招惹他们，要求警察按互殴处理。警察亮出监控，我根本没有任何还手，他妈直接倒地哭喊警察和我是一伙。我给警察塞了钱才伪造视频，最后警察警告他再闹连他一起拘才擦擦眼泪消停。诬陷不成，他妈转跪在我脚下，抱住我大腿说他们李家就这一个独苗，孙子马上出生，老婆都在医院，让我不要闹那么大阵仗，最好私下调解，还说不管我什么条件都答应。我笑笑乐道什么都答应。警官，我觉得不舒服，要求体检。在警察的陪同下，我在医院全套体检，反正问就说脑袋疼，肯定被打出脑震荡要住院。这一套设备下来，小万的花销让李勇他妈冷汗直冒，又跪下说自己没那么多钱。拉扯中，路飞匆匆赶来，一把扶起地上的李母，阴阳怪气说谢娟怀孕，我把她老公送进局子，让谢娟和她妈怎么办？我没有搭理，径直想离开。路飞更来气，像个炮仗，在我身后一直叨叨，说我得罪同事，还是孕妇，总归是不好的，说我做那么多错事，以后更没有福报，如何怀孕？讲了半天，他手机来消息才停下，微笑回复完消息，转头跟我说谢娟发了消息，向我表示歉意，还说她在医院还需要待一段时间，让我帮忙请产假。我冷哼2声，询问
你跟谢娟挺熟啊？路飞像被戳中心事，立马把手机藏在身后，反应过来回对我，还不是因为你把人家删了，所以他只能找我。哦，就凭谢娟那狐媚手段和路飞对孩子的痴心，我大概率都能猜出他们聊了什么。不过我根本不在意，毕竟狐狸迟早会露出尾巴，所以你帮不帮？帮个屁！路飞因我冷漠态度格外气愤，直接停下脚步，阴恻恻道：“秋竹，你就是嫉妒谢娟能怀孕有孩子，而你没有，对不对？”我回头看着路飞，心寒一大半。原来这才是他眼中的我。他哪里知道，我想要孩子是因为我以前够爱他，所以渴望有爱的结晶。但现在我对他只有厌恶，怎么可能还想要生孩子？俗话说，有人帮理不帮亲，但路飞就是个孩子宝，不帮理也不帮亲。这个曾经我最信任的人，如今恶心的面目全非。从医院分别后，路飞再没找过我，反倒是我去医院复诊时，好几次看见他抱着鲜花提着果篮。他家里人都在隔壁室，现在在医院的又能让他如此关心的，估计只有谢娟。他们俩有事。过了几天，我收到一封谢娟发的彩信，照片上路飞正睡在他病床头，他倒在一旁自拍，两人亲昵非常，附带谢娟的茶言茶语：“小秋，你老公真好，每天来医院看我和宝宝。昨天因为照顾我太晚，累得睡着了。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我介意啥？我恨不得他发的是床照，坐实路飞出轨，好让他净身出户。我反手将短信截图发给路飞。2个小时后，路飞匆忙打电话给我，一个劲道歉，说自己和谢娟什么也没有，让我别多想。什么也没有，是指你老婆被打，你一句关心没有，反倒天天舔着去照顾别人老婆吗？我一句话回怼。路飞估计刚和谢娟争吵过，情绪正激动，被我一刺激，说话更不加遮掩。你不知道我这是为了谁吗？我去照顾娟娟还不是为了你？你们都是同事，她还怀孕，如果真的因为你的原因让人家有个3长2短，以后你在公司还怎么混下去？你能不能不要再耍小性子了？娟娟是个很好的人，你上次刁难人家，这次又把人家老公弄进监狱，惹得人家婆婆跪地求你，娟娟都没说你一句坏话。你能不能学一学她，做个乖巧懂事的女人？我叫停路飞的道德绑架，还得会怀孕是吧？路飞被我不冷不热的语气急得大喘粗气，冷冷挽尊道：“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当初怎么就会娶了你？”我很想告诉他过不下去就离婚，但我还是克制住了。毕竟按谢娟的脾性，后面的事情只会越来越精彩。上次从医院出来，我便找了个私家侦探，专门看谢娟和路飞的情况。很快，侦探告诉我，路飞打完电话后气得不行，又回病房找到谢娟，两人一通聊，最后差点抱在一起。随后的几天，因为李勇被关押，路飞来去自如，和谢娟的关系突飞猛进。李勇被放出来那天早上，路飞和谢娟在病房还表演了一段 kiss goodbye。离开医院后，路飞给我发信息，说对前些日子的事情有些愧疚，想我了，要和好好聊聊。聊个屁！我呵呵2声。渣男。路飞受过高等教育，有基本的道德素养，但尝试过一次出轨的味道，就不可能再忘记。我现在只需要等待。1个半月后，侦探告诉我谢娟有动作了，他开始不断私下联系路飞，好几次两人约见咖啡厅，手拉手互相摩擦，料表相思意。又过半个月，两人从咖啡厅出来后，手便没分开过。
肩并肩往陆飞家里去。接到通知后，我特意延后半个小时才回去，密码没变，鞋柜处散落几件外衣。我打开手机摄像功能，一路往主卧走去，旖旎之声不断传来：“飞哥哥，我们在你家，小秋不会介意吧？娟娟，你真好，这种时候还在为我着想。去宾馆太脏，我怕对你身体不好。这孩子3、4个月了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对孩子不好？不会的，他已经稳了。人家实在是太想你，忍不住。我也是，看来我来的真是时候。”推开房门，立马两人正乐在其中，被我一下，慌忙用被子捂着光溜溜的身子。陆飞一脸羞愤，眼神闪过一丝愧疚，在看见我手机后，立马质问我：“你怎么突然回家？快别拍了！”我用手指放大摄像头，将两人的脸拍清楚。谢娟连忙转进被子里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陆飞一边安慰怀里的谢娟，一边想办法护住关键部位，起来阻止我。可惜我已经报警，警察来的时候，李勇也刚到。李勇看见一片狼藉，立马意识到自己被戴绿帽，跳上床，拽开被子，抓着谢娟的头发，把她拖到地上，直接给了2个巴掌，随后用脚猛踹谢娟。谢娟呜呜咽咽跪在地上哭喊求饶：“你干什么？她肚子里还有孩子！”陆飞想要上前救人，被李勇一拳干趴下。警察上前拉住李勇，李勇恶狠狠瞪着陆飞，威胁道：“敢动我的女人，我迟早干死你！”警察将3人分开，让陆飞和谢娟穿好衣物，正准备查清楚什么情况，谢娟直接捂着肚子喊疼。一旁女警官上前一扶，发现下半身全是鲜红的血，众人面色惊恐。警察赶紧联系120。陆飞意识到孩子可能出问题，挣脱警察要和李勇干架，说就是他打人才会让娟娟流产，别人想怀都怀不上。没想到他这么不珍惜。李勇本来还有些手足无措，被陆飞这么一骂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指着谢娟肚子怒骂：“这孩子是不是我的还2回说，怀孕期间都忍不住要给我戴绿帽，我要亲子鉴定，我李家的血脉可不能乱了。”医生到的时候，谢娟已昏厥过去，医生听肚子，摇摇头。陆飞和李勇直接瘫坐在地上，一时分不清谁才是孩子他爸。我们一同被带到警察局，我掏出拍摄的视频，证据确凿。陆飞被收监，他单位是个体面工作，这一闹，他领导很快知道，相信不出几天，他的工作就黄了。我保留好案件回执，天亮直奔律师事务所起诉离婚。陆飞被放出来的时候，我特意叫上李勇一家人一起去。陆飞见谢娟一脸憔悴模样，还想上前安慰，又看见旁边的李勇，眼神立马冷淡，恶狠狠瞪了李勇一眼，向我走来：“老婆，我错了。”陆飞伸手想要抱我，我抬手拦住他，递给他一封律师函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。”陆飞一脸惊愕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从前那个跟屁虫会如此决绝抛弃他。李勇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推了一把谢娟，嘲弄道：“怎么回事啊，老弟？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。现在好，没老婆了吧？要不要把我家这个贱人送给你？”陆飞脸上一阵红，还想上前继续跟我解释。他最清楚，此时我提出离婚，他将会净身出户，工作没了，积蓄没了，他拿什么在这江城活下去？一辆计程车停下，李母下车，一脸愤怒，将一张报告甩给李勇，随后上前给谢娟2巴掌，恶狠狠骂道：“你个死贱人，不守妇道，妖妇！”
到处勾搭男人，还以为你就勾搭这一个小白脸。你好好看看这报告，你怀里的孩子都是别人的，我打死你！你个贱人，祸乱李家家风。李勇当初只想推卸责任，所以找手段对堕胎继续亲子鉴定，没想到这肚子的真不是他的钟。李勇原有踢掉孩子的羞愧荡然无存，此刻只有愤怒，猛地跳起来，把谢娟摔倒在地，砖头硬的拳一下下邦邦打在雪娟身上。路飞还想救人，想明白这孩子绝不可能是他的，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，嘴巴嘟囔着：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娟娟怎么会是这样的女人？她不是在家被欺负的可怜无辜孕妇吗？怎么会？我冷嘲一声：她能出轨你，就不能出轨其他人？眼看着眼前乱糟糟的一切，我进警察局把警察请出来，以免影响市容。警察处理好李家3人，我开车准备离开。此刻陆飞真意识到自己犯下的大错，最好面子的他直接跪倒在我车门口，一边扒拉一边求我原谅。我一脚油门离开，留他一人像狗一般祈求怜悯。3天后，谢娟浑身是伤，腿上还绑着绷带，在公司1楼大厅蹲着我。因为出轨这事，他在公司的名声臭了，早被扫地出门。他伸手拦住我，问我为什么处处跟他作对，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幸福人生。他质问我，我嫁过来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无论说李家、你老公还是其他人，都对我对上心，我终于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正是下班时间，一栋大楼的人把我们俩团团围住吃瓜。我和谢娟保持距离，冷静从她老公摔翡翠，她诬陷我给她吃巧克力，害我被打，再到她勾引我老公出轨，一件件一桩桩摆出来。谢娟失语，还想抗辩说自己是失去孩子的苦命妈妈。吃瓜群众早已看过警情通报，对谢娟嗤之以鼻。有没有搞错？你自己害人，还勾引别人老公，还说自己苦，那被你害的人岂不是更苦？现在小三都那么大胆吗？还敢上门找茬？这女的怎么看得那么熟悉？1个月前好像在夜店见过，是个老手。1个月前她还怀孕吧？我靠，这么劲爆的信息，难怪孩子保不住。众人指指点点，众说纷纭。谢娟最擅长的装柔弱挑拨纷纷不起作用，她气不过，直接向我冲了过来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。我一个侧转身，谢娟直接撞上梁柱，呜咽2下，直接倒下，头上的血顺着柱子流了一地。众人散开，还是保安打的120才救她一命。后来我和陆飞的离婚官司开庭，他还想狡辩，说和谢娟是在房间里研究育儿经验。我直接甩出第2份证据，他私底下给谢娟赔给我的3万8，给李母赔给我的医疗费，还有他们在一起吃饭买东西各种不正常花销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我从那么早就开始谋划，他出轨证据确凿，净身出户。我干干净净重新开始新生活。在听说李勇的消息是在报纸上，李勇被放出来后，看着亲子鉴定为0.01%号的报告，气得不行，连喝3天酒，醉醺醺去夜店找谢娟相好，结果还真被他找到。只不过那人是混黑社会的，李勇想耍狠，直接被暴打一顿，瘸了条腿。李勇还不服，拄着拐杖找上门，最后惹恼了人，被乱刀砍死，直接登上头条。而谢娟从医院出来后，李勇死了，家产都被李妈霸占，她没啥依靠，只能缠着陆飞求包养要结婚。陆飞已然知道谢娟真面目，
哪里肯？两人就这样一直狗追狗，纠缠不休。而我从原来公司离职，带着资产落户新城市，开了一家蛋糕店，美滋滋开启新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